据环球网国际消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14日表示，他将在议会举行重新选举后辞职。吉总统新闻秘书斯塔马利耶娃对当地媒体表示，热恩别科夫14日会见了刚刚当选总理的扎帕罗夫。扎帕罗夫在会见中表示，热恩别科夫应在当晚辞职。新华社消息，13号一早，一面锦旗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青年医生张礼刚手中。10月6号，张礼刚和妻子回到安徽省舒城县南岗镇举办婚宴。宴席过半，新人正向来宾敬酒时，外面有人呼喊：“一个小孩掉到水里了，快来救人呀！”张礼刚想都没想，抛下新娘，转身跑了出去。酒店外，一个4岁男童玩耍时不慎掉入酒店的景观池塘，已被救了上来。因为溺水，男童面部乌青，嘴唇发紫，处于昏迷状态。张礼刚赶紧跪在地上对孩子进行心肺复苏急救。经过张礼刚的抢救，孩子最终苏醒，转危为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男童的母亲仍心有余悸。当时他们一家也在同一个酒店吃饭，儿子和小伙伴们跑到酒店外玩耍，看到景观池塘里有一个气球，伸手去捞，结果失足掉进水里。张礼刚的妻子也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当天新郎逃跑了，他穿着礼服也连忙跟出去帮忙。张礼刚在婚礼上英勇救人的视频走红网络，引得网友围观点赞。妻子说：“我为他感到骄傲。”健康山东发布，2020年10月14日0时至24时，山东新增本地确诊病例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6例，死亡7例，治愈出院756例。山东无新增境外输入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69例，累计治愈出院68例。山东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正在隔离观察治疗的无症状感染者2例，出院2例。目前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6336人，尚有574人正在接受医学隔离观察。潇湘晨报消息，文树忠，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株洲市公安局天元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曾任茶陵县公安局局长、醴陵市公安局局长等职。2019年12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株洲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2020年8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文树忠34岁就位居要职，是当时湖南省最年轻的县级公安局长。但随着权力的变大，他的贪欲也不断膨胀，开始羡慕别人住豪宅、开豪车、喝好酒。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让他把手伸向了干部的提拔任用。甘当违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最终断送了前程，沦为阶下之囚。我只喝茅台酒、五粮液，这在当地公安系统已不是秘密。2017年，天元公安分局以办公用品、食堂采购的名义，用20多万公款购买了148瓶茅台酒，用于宴请招待，其中不乏15年陈酿茅台，而文树忠是主要享用者。在忏悔录中他说，我刻意培植亲信，想在退休之后还能说话有人听，喝酒有人敬。其实培植亲信只不过是文树忠买官卖官、批发官帽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如今失去了职务的光环与手中的权力，沦为阶下之囚的文树忠已是喝酒无人敬，说话无人听，等待他的只有党纪国法的严惩。候鸟保护志愿。新京报消息，10月秋冬季候鸟迁徙迎来高峰期。近期，候鸟保护志愿者多次在河北唐山、秦皇岛等地发现大量捕鸟网。国家林草局提出，要在鸟类等野生动物集群活动区、重要栖息地和主要迁徙通道开展监测等工作，规范开展鸟类等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活动，禁止在候鸟迁徙停歇地和越冬地随意投食和捕饲，避免人为因素致使候鸟滞留或延期迁徙。此外，禁止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观鸟和拍鸟，禁止追逐鸟群，干扰候鸟。央视报道，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称，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网站发表文章，详细介绍其确诊新冠后的经历。
同时也透露他与特朗普的儿子巴伦·特朗普也曾确诊新冠。梅拉尼亚表示，在他和特朗普确诊后，也立即要求巴伦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起初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但在随后的几次测试结果显示，巴伦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但没有任何症状。在经过隔离与治疗后，目前梅拉尼亚和巴伦的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界面新闻报道，法国政府周三宣布该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从而赋予官员们更大的权力，实施新一轮的抗疫限制措施。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从周六起对巴黎9个大城市实行宵禁，持续时间为晚上9点至凌晨6点，以防止病例激增导致医院不堪重负。宵禁可能持续6个星期，适用于包括巴黎在内的巴黎大区以及格勒诺布尔、里尔、里昂、马赛城市等。启动宵禁后，必要工作人员如上夜班的人仍可照常行动，但未经许可违反宵禁的人将被处以135欧元的罚款，屡犯者将被处以1500欧元的罚款。法国也因此成为最新一个实施新一轮限制措施的欧洲国家。例如，德国柏林已从上周开始实行宵禁，要求酒吧、咖啡厅和餐馆在晚上11点至早上6点之间关闭。一点资讯，官方播报：新华社华盛顿10月14日电，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日前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已有近7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近期，美国儿童感染病例快速增加，2周内新增近8万例。澎湃新闻报道，10月15号，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国务院正试图将中国蚂蚁集团列入黑名单，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赵立坚表示，中国一贯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外国企业的霸权行径。美方应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遵守国际经贸规则，为各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据观察者网消息，近日，韩国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在范弗利特奖颁奖礼上发表涉及韩国战争70周年的感言，引发争议。特别是会永远记住两国韩美共同经历的苦难历史的表述，无视了韩国侵略朝鲜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令很多中国网友感到不满。韩联社10月15日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当地时间14日发推文表示，感谢防弹少年团支持韩美关系。奥特加斯称，防弹少年团有资格获得范弗利特奖，并称音乐连接世界。他还转发美国驻韩大使哈里斯祝贺防弹少年团获奖的推文。东部战区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大校就美巴里号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10月14号，美巴里号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近来，美在涉台问题上频频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美方停止在台海地区滋事搅局的言行。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楚天都市报消息，2年前在湖北武汉做生意的曾先生花70多万元在淘宝网上竞拍了一栋位于蕲春县赤东镇邓源村楼房，可收房时发现楼房周围用石块和砖建起了围墙，出入楼房只能从新砌的围墙与楼房间不足1米宽的狭窄空间挤过。曾先生说，母亲不愿意随儿子们到武汉生活，于是兄弟们就商量凑钱买栋好一点的房子给母亲养老，以尽孝道。谁知道交完全款，拿着裁定书，曾先生兴高采烈地前往接收时，却发现房屋四周已被围墙堵死。今年4月，武汉疫情基本结束，曾先生再次前去售房时，发现原通道2个门柱间竟搭起了临时建筑，原房主住在铁棚子中守路。他与原房主曹某交涉，曹某称，我只卖屋没卖路。经过法院、村等相关单位协调，曹某腾退了房屋，
却掐掉了水电，路权一步不让。曹某提出，曾先生想痛快地进出该房屋，就必须先向他交20万元。对此，曾先生哭笑不得。全款拍下的房屋2年多搬不进去，曾母曾多次找到蕲春县人民法院执行厅厅长陈某某，请求协助解决，如果不能交房，退钱也行。但曾母说，厅长基本上不给我回信息。12日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蕲春县人民法院，想就此事采访相关负责人。该院审管办一名工作人员经请示领导，拒绝了记者的采访。法制日报报道，高校学生网上拜师学习洗钱技巧，再带徒弟发展壮大，专门为电信诈骗团伙提供服务。近日，安徽省蚌埠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重拳出击，成功打掉这一洗钱犯罪团伙。初步计算，洗钱金额达3000多万元，非法获利200多万元。今年3月，蚌埠高新分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自己被人骗进一个红包群，对方以发红包双倍返现为幌子，骗了他8000元。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侦查，很快发现了作案的是一个鲨鱼盘团伙。据了解，团伙成员将受害人骗入 QQ 群后，谎称只要发红包，群主就会给撒红包雨或者返双倍红包，而群内除了受害人外，全是团伙成员。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基本摸清了犯罪团伙的作案手段和犯罪事实。9月11号，专案组成员兵分2路，分别在河南郑州、焦作将主要犯罪嫌疑人魏某、李某抓获归案。据介绍，魏某只有20岁，还是一名大二学生。其通过 QQ 聊天受到一名网友点拨，可以收集一些支付平台账号，通过帮人转入转出资金赚钱。实施几次后，魏某不能满足于挣小钱，开始向网友拜师，学习杀鱼、洗钱等手段。之后，魏某的生意越做越大，开始自己收徒弟，还把自己的高中同学李某发展进洗钱团伙。目前，魏某、李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潇湘晨报报道，10月14日，刁建立收到了警方送来的文书，一是伤情鉴定书，一是立案告知书。此时他仍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躺着，原因是上月24日的一场遭遇，家被强拆，人被殴打致伤，7根肋骨断裂。刁家不解的是，赔偿没谈拢，周边房价5600，却被按600元每平米来补偿，房子是否要拆仍在法院诉讼过程中。潇湘晨报记者注意到，余城县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显示，被打伤一事系故意伤害案，立案时间为10月12日。针对周庄村刁建立在自己家中被打伤的伤情，警方也派人员进行了人体损伤鉴定，鉴定意见是损伤构成轻伤2级，落款时间为10月13日。纵向新闻消息，路透社10月14日引述2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院已向特朗普政府呈交提案，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预计上市之前，将其列入贸易黑名单。报道称，尚不清楚负责决定实体清单的部门将何时审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白宫对华鹰派人士也释出讯息，以阻止美国投资者参与蚂蚁 IPO， 因为特朗普政府担心购买该公司股票的美国投资者可能会受到欺骗，蚂蚁集团也可能获得属于美国用户的敏感银行数据。美国国务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蚂蚁集团在给路透社的一项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只有 5% 的业务在中国境外。路透社评价，将蚂蚁集团这类金融科技巨头纳入实体清单的影响可能更具象征意义，现实影响还存疑。半岛新闻消息，10月15号上午，青岛市通报了14号上午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例的情况，系9月24号发布的大港公司无症状感染者转归。新增确诊病例董某某，男，40岁，青岛港大港公司装卸工人，9月24号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10月14号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
专家组确诊为普通型病例。救治中，专家实施给予吸氧、使用康复者血浆治疗、抗病毒治疗等措施，目前患者病情稳定。专家介绍，该患者从9月24号发现是阳性，10月14号发现临床相关症象，转为确诊病例。一般潜伏期是1到14天，但是潜伏期在4周左右也有不少的报道，所以这个病人作为一个个案是可以接受的。专家表示，无症状感染者有2个发展趋势，一是新冠肺炎的潜伏期，另一个发展趋势是隐性感染者，因此都需要隔离治疗。羊城晚报报道，丹东11岁男孩小智，母亲有耳疾，姥姥捡废品，姥爷卧病在床，学习无人辅导，当地派出所民警主动为他辅导功课，还在派出所内建起了自习室。去年年底，民警徐浩在巡逻时发现年近80的老人李桂枝在翻垃圾桶捡菜叶。经询问得知，老人生活贫困，老人的外孙小智学习刻苦，但无人辅导，民警就主动担任他的课外辅导员。疫情期间，小智不具备在家上网课的条件，民警就在派出所里为他建起了自习室。民警还为小智患有耳疾的母亲安排了帮派出所发放反电信诈骗宣传单的工作，帮他增加收入。姥姥李桂枝说，由于母亲患耳疾，小智以前不爱说话，但这1年来孩子活泼多了，经常说自己长大了以后要当警察。据青岛发布消息，10月14号，青岛市委研究决定，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隋振华同志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委派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希祥同志主持市卫生健康委全面工作。10月15号，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党组研究决定，市胸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邓凯同志免职，接受进一步调查。澎湃新闻报道，据中国新闻网15日报道，日前，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登出了江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刑事裁定书。裁定书中显示，前深圳佳兆业俱乐部球员王子华在2018年8月3日、9月28日因涉嫌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先后被取保候审。王子华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非法持有枪支的犯罪事实，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澎湃新闻报道，针对山西朔州市朔城区神头职业学校3名教师对1名学生拳打脚踢一事，朔城区教育局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回应称，朔城区对该事件已作出处理，2名临评老师被辞退，1名正职老师调离岗位。该工作人员称，同时相关部门对学校分管领导进行处理，涉事学生受伤不严重。前述事件的网传视频显示，学校操场上有3名男子对1名男子殴打，被打男子也有反击动作。澎湃新闻此前报道，10月14号，针对前述事件，该校1名老师回应，当时学生都在上体育课，校领导很重视此事，警方已介入调查。其他媒体曾报道称，该事起因于学生不接受教师口令，教师动手打人。华商连线消息，10月14号，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发生灭门案，一家老中青3代共3口人惨遭杀害，1人受伤逃脱。目前，警方出动1000余名警力对46岁凶手李某进行抓捕。14号凌晨0点左右，邻居听到被害人阙某家传出呼救，于是报警。凶手李某携带利器驾车来到阙某家，入室后疯狂刺杀，将或已入睡的阙某和72岁婆婆陈某，连同阙某2岁的外甥叶某杀死，只有阙某18岁的儿子周某受伤逃脱。凶手李某的父亲介绍，儿子没有工作，平常很少回家，不喜欢做事，喜欢赌博，几年前和妻子离婚。知情村民介绍，阙某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未归，在足浴店打工的38岁的阙某认识了李某，据说和李某保持暧昧关系有4、5年了。李某朋友介绍，前2年李某曾表示准备和阙某一起生活，阙某可能答应过嫁给他，结果李某和老婆离婚后，阙某并没嫁给他。这次行凶可能就是这个因素。对于李某行凶的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烫手山芋消息，朗朗吉娜结婚后爱得非常高调，高颜值的吉娜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每每与老公一起现身，都会引来热议。10月15日，朗朗吉娜分别晒出一幅画作，在画上有一位正在吃着奶嘴、穿着粉色婴儿服、睫毛很长的小宝贝，在他身后还放着一架钢琴。两人写道：兴奋地等待家庭音乐会的小听众，正式官宣怀孕喜讯。两人在19年6月于法国举行浪漫婚礼，时隔1年，吉娜怀孕了，恭喜恭喜！据环球网国内消息，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金沙江路5死7伤交通事故有了最新进展。近日，上海2中院受理了被告人陈立伟涉嫌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检察机关起诉认为，被告人陈立伟肇事后为逃逸，在城市道路上持续高速行驶，并连续冲闯红灯，撞击多部车辆及多名行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并导致5人死亡、1人重伤、6人轻伤等严重后果。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15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立伟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根据刑法第65条第1款的规定，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界面新闻消息，台湾联合报10月15日援引公司声明报道称，淘宝台湾决定在12月31日午夜结束运营，并将从周4开始暂停包括接受新订单在内的功能。此前，据人民日报报道，民进党当局8月24日宣布，认定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淘宝台湾为路资，对其处以41万元新台币罚款，限期6个月撤回投资或改正。界面新闻消息，10月15日，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务院已呈交一份提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将中国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列入贸易黑名单。对此，蚂蚁集团回应界面新闻称，此前集团已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不了解美国政府任何有关的讨论，并且其业务主要在中国，对在中国市场的增长前景感到兴奋。近日，也有消息称，证监会调查导致蚂蚁集团 IPO 推迟。对此，蚂蚁发言人表示，上市流程正在两地有序推进，没有预设的时间表，任何关于时间表的猜测都没有事实依据。央视财经报道，花生营养丰富，用途广泛，近年来价格不断攀升。2018年，花生价格大约在每斤23元，2020年每斤花生价格竟一度上涨到5、6元。花生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吗？11前夕，记者来到了正阳县王大塘村，想了解一下今年这里花生的收获情况。在正阳，花生是分2季的，这个季节正好是夏花生成熟的时候。对于夏花生而言，今年1斤的价格比去年高了 0.4 到 0.5 元。去年由于干旱，花生品质没有今年好，花生产量提高了，现在花生的收购价格会有什么变化？当地花生批发商张刚红告诉记者，花生价格这几年一路上涨，但现在花生的价格没有去年稳定，波动有点大。花生的行情为什么会在这几年快速上涨？河南省正阳县花生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志强告诉记者，按照以往的经验，春花生下来前是价格最高的时候，像今年8月初的价格最高点甚至达到每斤 6.1 元。而在去年10月份，花生刚下来时，最低点是每斤 3.8 元到4元。对于花生接下来的价格走势，一家花生工厂的负责人郑佩如认为，随着夏花生陆续上市，未来几个月花生的价格将会趋于平稳，不太可能会继续上涨，甚至可能还会小幅下跌。据澎湃新闻消息，10月15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企业信息查询平台天眼查到，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以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为由，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河南今日油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烧烤者食品有限公司及郑州市金水区今日油条早餐店。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背后即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旗下拥有新闻阅读 APP 今日头条、短视频 APP 抖音等多款产品。